说起肉蒲团这本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一种暧昧的笑。书店里，它总被套着封膜，藏在不显眼的角落，像一件羞于见人的物件。大家心里早就给它贴好了标签，古代第一奇书。可你要是真的读进去，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读完，你会发现这本书背后藏着另一本书。那个叫李渔的作者在字里行间埋了一把刀，那刀不锋利，却足够冷。他先用最华丽的笔写最热的欲望，再用最冷静的结局把欲望撕碎，丢在读者面前。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局，一个专门为沉迷欲望的人设好的局。先从书名说起，肉蒲团三个字本身就是一句董语。肉是什么？是欲望，是皮囊，是色身。蒲团是什么？是修行人跪在佛前的那张垫子。一个沉迷欲望的浪子，一本写尽风月的书，偏偏要用蒲团来做名字，这是讽刺，也是预警。李渔在告诉你，你以为你在享受极乐，其实你只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蒲团，跪在欲望面前，做一场注定要醒来的大梦。这本书还有一个名字，叫觉后禅，觉就是醒来。换句话说，李渔写这个故事从来不是为了让人兴奋，他是为了让人在合上书的那一刻吓出一身冷汗，然后醒来。今天我们就把这本书拆开看看，我们来看看那个叫未央生的人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活成一场笑话的。看完他的故事，你再照照镜子，说不定你会在镜子里看见他的影子。在讲故事之前，我们得先认识一下作者李渔，明末清初的文人。这个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妙人，他写戏、写小说、写园林、写美食，甚至写过一本教人怎么过日子的书。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靠写作吃饭的专业作家之一。换句话说，他是个极聪明的人。聪明人写故事从来不做无用功。他写肉蒲团当然不只是为了猎奇，他真正的目的在书的第一页就写明白了。他说，世上劝人戒欲的书很多，可大多用正经道理，只能劝得动君子，劝不动小人。要让那些沉迷欲望的人回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欲望的快乐写到极致，再把欲望的下场也写到极致，让读者在书里先爽一把，再惊出一身冷汗。这就是李渔的策略，以欲止欲，用最烈的药治最深的病。故事的主角叫未央生，这个人出场的时候那是真好看，面如冠玉，目若朗星，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是江南一带出了名的才子。放在今天，他就是那种从画里走出来的男人，家里不缺钱，自己不缺财。可偏偏他有一个毛病，他看不上科举。他觉得读书做官几十年寒窗苦读没意思。他的人生有两个志向：第一，娶天下第一美人做妻子；第二，阅尽天下所有的绝色。你看，这志向放今天得被多少人骂。可他不但敢想，还敢说，还敢做。他带着他这套歪理去了一座寺庙，那座山叫阔苍山，山上有座古刹，住持法号孤峰，是个得道高僧。未央生去找他，不是去拜佛，他是去辩论的。他觉得自己那套人生哲学天衣无缝，他要去跟这位高僧论一论
孤峰长老一见他，就看出这孩子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轻浮之气。长老先开口：“施主，你才华盖世，若能割舍爱欲，潜心修行，他日成就不可限量。人生在世，万般皆空，唯有欲念最能害人。你该趁早回头。”未央生一听笑了，他反问：“长老，你这话我不同意。西天的极乐世界也有玉女天仙，禅宗大德也说，酒色财气不爱菩提路，天地生人本来就有男女之情，你让我应戒，那不是违背天道吗？人生苦短，几十年光阴，要是不把该享的福都享了，那不是白活一遭。”他还抛出一套更现代的理论。他说，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我偷别人的妻子，是因为别人也在偷我的妻子。我要是不去享用美色，那些美人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各位，听到没有？这套逻辑是不是特别耳熟？把自己的欲望包装成天理，把自己的掠夺包装成公平。300年过去了，这种话今天在网上依然一抓一大把。孤峰长老听了连连摇头，他说：“施主，你只看到欲望的甜，看不到欲望的苦。你要娶天下第一佳人，就要伤天下无数个男人的心。你要享人间极乐，就要造人间无边的恶业，因果循环，丝毫不爽。你今天种什么因，他日就结什么果。”未央生压根儿听不进去，他觉得这老和尚就是迂腐。2个人在山门前辩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未央生起身告辞。孤峰长老看着他的背影，长长叹了口气。他说了一句预言：“这孩子慧根不浅，可惜偏要往欲海里钻，日后必有一场大劫，只盼他劫后能悟，不辜负这一身的慧根。”未央生没有把长老的话放在心上，他离开阔苍山，回了姑苏，娶了妻子。他的岳父叫铁飞道人，是当地有名的理学先生。这个人一辈子恪守程朱礼教，把规矩看得比命重。平时不爱说话，不爱出门，就知道闭门读书。他只有一个独生女，叫玉香。这姑娘生得花容月貌，端庄娴静，是从小读着女诫长大的大家闺秀。铁飞道人挑中未央生做女婿，是看上了他的才华。老先生想的是，这孩子将来科举及第，光宗耀祖，我也跟着有面子。可他做梦也想不到，他这个女婿是个一门心思要逛遍花丛的浪子。刚成婚那几个月，未央生还算安分。玉香温柔贤惠，把他照顾得妥妥帖帖。日子过了一阵，他就腻了。他觉得玉香虽然美，却太端庄了，像一幅好看的画挂在那里，中规中矩，却没有活气。他心里的念头又开始往外冒：我这辈子总不能只守着这一个女人吧。于是他想了一个主意，他跟岳父说，自己想出门游学，拜访天下名士，为科举做准备。铁飞道人一听，老怀大慰，他以为女婿终于收心上进了，赶紧给他收拾盘缠，送他出门。玉香心里不舍，却不敢说什么。丈夫是去做正事，做妻子的，怎么能拦？她只能含着眼泪，千叮咛万嘱咐，早去早回。未央生嘴上答应得痛快，心里呢，他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他哪里是去游学，他是去猎艳。不过出门之前，他还有一桩心事未了。他觉得自己身上的本钱不够伟岸。
他怕遇到挑剔的女人，镇不住场子。你看，这就是欲望的逻辑，不满足于有，还要追求更强。未央生四处打听，听说金陵城有个术士叫天际真人，有一门换本钱的绝技。他立刻赶了过去，见了天际真人，他开门见山：真人，我想求一副天下无敌的本钱，重金不是问题。天际真人皱着眉头劝他：相公，我这秘方能让你如愿不假，可这法子有伤天和，世间万物皆有定数，你强行改命，只怕日后损的是自己的福寿，得不偿失啊。未央生扑通一声跪下了：真人，我这辈子就好这一口，只要能享尽人间风月，少活几年我也认了，求真人成全。天际真人叹了口气，只好答应。这秘方不是汤药，是移植，要取公狗身上的一味物件，用药炮制，再嫁接到人的身上。做完之后，100天内不能近女色，不能动肝火，100天之后便觉脱胎换骨，所向披靡。各位，你听听，用狗身上的东西装进人的身子，这是仙术吗？这分明是交易，是拿身体的完整换欲望的膨胀。未央生不懂，他只觉得自己拿到了打开极乐之门的钥匙，他不知道命运给他的是一张单程车票，目的地叫深渊。手术做完，未央生在道观里静养了100天。期满那天，他试了试，果然变化惊人，他兴奋得差点叫出声来。他留下重金，辞别天际真人，得意洋洋地踏上了西行的路。他往哪里走？他往陕西走。他盘算着江南的女子太温顺，少风情。听说陕西那边的女子又泼辣又有味道，他要去会一会。这一天，他到了西安府临潼县，天色擦黑，他找了个乡间客店住下。第二天清晨，他推开窗透气，正好看见隔壁院子里一个年轻妇人坐在槐树下洗衣裳。那妇人杏眼桃腮，腰肢纤细，皮肤白得晃眼，虽然穿着粗布衣裳，却遮不住那股子风情。未央生一看，眼睛直了，他心里喊：值了！刚到陕西就撞见这样的人物，他赶紧向店小二打听，这才知道那妇人叫艳芳，是村里农户全老师的媳妇。全老师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什么人，老实本分，一年到头只知道闷头种地，不懂风情，不会哄人。艳芳这么一朵花插在他这堆牛粪上，实在委屈。未央生心里有了主意，他知道这种事不能蛮干，得有人牵线。他又打听，得知村里有座法华庵，庵里的尼姑法号净慈，这位师太不念经，不坐禅，专门喜欢替人牵线搭桥，做点风月场里的买卖。他跟艳芳关系极好，3天2头去艳芳家串门。未央生备了厚礼，登门拜访。他话不多说，直接表明来意：师太，我想跟艳芳娘子交个朋友，还望师太成全。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净慈假意推辞：阿弥陀佛，艳芳是个正经妇人，这事难办。未央生掏出一锭银子，120两放到桌上：师太，这是一点心意，事成我再加120两。净慈的眼睛亮了，他立刻换了副笑脸：哎呀，施主，你早说嘛，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艳芳啊，最爱字画，你是江南才子，不如画几幅避火图，
我拿去给他看，保管他动心。未央生连连叫好，回到客店，连夜画了几幅，交给静慈。你看，一个小小的临潼县，一张网就这么撒开了，一个贪财的尼姑，一个寂寞的妇人，一个欲望上头的才子，三个人各取所需，一场悲剧就此开场。静慈拿着画去找艳芳，他装作闲聊，先是东拉西扯，然后无意地拿出那几幅图。你看，这是有个施主送我的画，我一个出家人看不懂这些，拿来给你瞧瞧。艳芳本来对自己的婚姻就憋着一肚子委屈，全老师不解风情，他守了这么久空房，如今看到这些活色生香的画，脸腾地红了，心跳得厉害，可眼睛却怎么也挪不开。静慈在旁边添油加醋，哎呀，这画里的男子多温柔，多会疼人，不像咱村里的男人就知道埋头干活。我听说画这画的是江南来的才子，姓未央，他本人比画里还俊呢，又有才又懂情调，天底下再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妙人。艳芳听着心里就动了，她问师太，这位未央相公现在在哪儿？静慈笑了，他要见你还不容易，就看你想不想见他了。一来二去，两人就算搭上线了。静慈在中间传话，今天把未央生的相思说给艳芳听，明天把艳芳的心事讲给未央生知。两个人心里的火越烧越旺，只差一个见面的机会。机会来了，这天全老师要去城里卖粮，得2天才能回来。艳芳赶紧让静慈传话，约未央生夜里来家。那晚的事书里写的香艳，我们就不展开了。总之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未央生改造之后手段了得。艳芳这辈子头一回尝到那种滋味，她觉得自己前面那些年算是白活了。从那以后，只要全老师不在家，两人就偷偷相会。艳芳陷进温柔乡里，把丈夫抛到了脑后。未央生也乐不思蜀，索性在临潼县住了下来。可这世上偏偏有一句老话，叫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人幽会的次数多了，村里的风言风语就传开了。全老师起初不信，他觉得自己的媳妇不是那样的人，可慢慢的他觉出了不对。艳芳对他越来越冷淡，却经常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还老往法华庵跑。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这一天，全老师试探他，我要去城里办点事儿，得3天才回来。艳芳听了，眼睛一亮，嘴上说着那你路上小心，手里却已经开始盘算怎么给未央生递信。全老师出了家门，没走多远就拐进了村里一个朋友家。他等到天黑透，悄悄摸回了自家院子，还没走到门口，他就听见了屋里男女的笑声。那笑声像一根针扎进他的耳朵里。全老师当时抄起锄头就想冲进去，可到了门口，他停住了。他一个人斗不过那个小白脸杀了人，自己也得抵命。他丢了一个妻子，总不能连命也丢了。他咬着牙又悄悄退了出去。那一夜，他躺在朋友家的床上，一夜没合眼。他一遍一遍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最后他对自己说，未央生，你敢欺辱我的妻子，我就要让你的妻子也尝尝被人欺辱的滋味。你毁了我的家，我也要毁了你的家。
这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第二天，全老师像没事人一样回了家。艳芳心虚，对他百般殷勤，他也不戳破，照常下地干活。可暗地里，他开始四处打听未央生的来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打听到，未央生是姑苏人，岳父铁飞道人是当地名儒，他有妻子叫玉香，生得很美。全老师得到这些消息，心里有了完整的计划。而另一边，未央生也不傻，他察觉到全老师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心里发虚。他决定跑，他找借口说要进京办事，跟艳芳道别。艳芳哭得梨花带雨，掏空私房钱塞给他当盘缠。他说：“你可一定要回来接我。”未央生嘴上答应，心里明白，这一走就是永别。他连夜离开了临潼县，头也不回。他走之后，艳芳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未央生的。他又惊又怕，只能瞒着全老师，眼巴巴地盼着未央生回来。可左等右等，连个口信都没有。全老师呢，他没有当场发作，他做了一件让人后背发凉的事，他把家里的田产都卖了，给艳芳留了一笔银子。他跟艳芳说：“我要去外地做买卖，多赚些钱，你跟孩子好好在家等我。”艳芳信了，她以为这个老实巴交的丈夫出去发愤图强了，她哪里知道，全老师揣着银子直奔姑苏去了。到了姑苏，全老师打听到铁飞道人府上正好要招一个看园子的仆人，要求本分老实，勤快能干。全老师一合计，改了名叫李小二去应聘了。他本来就是庄稼人，长得憨厚，干活麻利。铁飞道人一看就留下他了。从那以后，全老师就住进了未央生的岳父家。他少言寡语，干活卖力，不到2个月就赢得了铁飞道人的信任。他暗地里观察，摸清了府里的底细。他终于见到了玉香，果然是个美人，比艳芳还美上3分。他看着玉香那张娇嫩的脸，心里的恨意像火一样烧。他对自己说：“未央生，你等着，你欠我的，我要连本带利从你妻子身上讨回来。”可是玉香太难接近了，她是大家闺秀，恪守妇道，每天不出2门，不见外人，身边就跟着一个丫鬟。铁飞道人管她管得又严，全老师进府几个月，硬是没找到一次机会，他急得不行，但他忍住了。他在等，他像个猎人一样趴在草丛里，等着猎物自己走到枪口上来。机会在一个夏夜来了。那天铁飞道人出门赴宴，要晚归。玉香嫌屋里闷热，带着丫鬟去花园凉亭里乘凉。全老师瞅准时机，提着水桶装作浇花，从凉亭旁边经过。他算好角度，脚下一滑，一桶水全泼在了玉香身上。玉香吓了一跳，正要发火，见是府里那个老实巴交的李小二，又起不来气。他只是摆了摆手：“没事儿，你下去吧，以后小心些。”全老师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蒜：“夫人恕罪，小的该死。”玉香见他这副惶恐模样，反而心软了。他让丫鬟扶他起来，打发他走了。这一泼出了第1步。全老师心里门清，他已经进了这个女人的视线。从那以后，他开始在玉香面前频繁出现。他很会做人，他话不多，但眼神里总带着一点心疼。花园里的花蔫了，他连夜换上新苗。下雨的夜里，窗户漏雨，他第2天一早就修好。玉香无意中说了一句想吃桂花糕，
第二天，桂花糕就出现在她桌上，玉香的心渐渐暖了。她独守空房这么久，丈夫杳无音信，身边这个沉默寡言的仆人，成了她死水一样的生活里唯一的一点涟漪。她开始跟他说话，一句两句，后来能聊上一炷香。她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一步走进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时机成熟了。全老师挑了一个铁飞道人外出的日子，闯进了玉香的卧房。他跪在地上，哭得一塌糊涂。他说：“夫人，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天天看着你，心里像刀割一样。你知道你丈夫在外面干什么吗？他在陕西跟一个叫艳芳的女人打得火热，他早就把你忘了。”玉香如遭雷击，她一直以为丈夫在游学，她等了1年多等来的是这样的消息。她眼泪夺眶而出，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欺骗了，心酸、委屈、愤怒一起涌上来。全老师趁势起身，一把抱住她，她挣扎了2下就没了力气。那天她终究没能守住自己，有了第1次就有第2次，玉香彻底沦陷了。她这才知道，原来男女之事可以这样销魂。跟未央生在一起的那几个月简直白过了。全老师虽然是个农夫，可他有力气，有耐心，比未央生更懂他。他开始离不开这个男人，他把自己的私房钱都给了他。他想着等哪天2个人一起私奔，他甚至开始计划跟这个李小二远走高飞。他不知道这个让他神魂颠倒的男人在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半年后，玉香怀孕了，孩子是全老师的。他慌了，他哭着找全老师商量。全老师说：“别怕，我们私奔，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过日子。”玉香信了，她满心欢喜地收拾细软，就等着跟情郎远走高飞。可就在约定私奔的前一夜，全老师不见了。他留下了一封信，那封信字字如刀。信上写着：“我本是陕西临潼县的全老师，你的丈夫未央生欺辱了我的妻子艳芳，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报仇。如今我玷污了你的身子，还让你怀了我的孩子，一报还一报，咱们两清了。你要怪，就怪你那个丈夫是他先欠下的孽债。”玉香读完信，眼前一黑，直接栽倒在地。她这才明白，从头到尾，她都是人家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她成了一个农夫，用来报复另一个男人的工具。铁飞道人发现女儿晕倒，又看到了那封信，他气得浑身发抖，一口血差点喷出来。他这一生最看重名声，可他的女儿竟然跟一个仆人有了私情，怀了孩子，还被人家一封羞辱信钉在耻辱柱上。他拿起棍子劈头盖脸把女儿打了一顿，然后他把玉香锁进空房，他不让下人给他送饭。他想让他死，可他终究没下得了手。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体面的办法。他找人贩子把玉香带走了。他只有一个要求，卖得越远越好，永远别让他在姑苏再见到这个女儿。人贩子把玉香带到京城，京城有家怡红院，是当地最大的青楼。人贩子看玉香生得好，转头就把她卖了。玉香从名门闺秀，理学家的千金，才子的正妻，一夕之间沦落成了风尘女子。老鸨给她改名叫花妙娘，她本来就有才学，又生得美，很快就成了京城里的头牌。
多少王孙公子千金一掷，就为了见他一面，可他的心已经死了。他不想死，也不敢死，他只是在这风月场里一日一日地熬着。而这个时候，未央生在哪里？他在京城。他离开陕西后，就到了这座花花世界。凭着一张脸，一副好皮囊，加上那副换来的本钱，他混得风生水起。他在京城认识了2名纨绔子弟，一个叫卧云生，一个叫单玉生。3个人臭味相投，结拜兄弟。这俩人还给未央生送上了一份大礼。他们说：兄弟，我们家的婆娘都是京城出了名的美人，你若有兴趣，咱们共享。未央生听了，大喜过望。他哪里知道，这2个人是管不住自己的老婆，才想出这么个馊主意。他们的妻子湘云、瑞玉、瑞珠本是深宅大院里寂寞的女人，见了未央生这样又俊又会来事的男人，一个个投怀送抱。未央生来者不拒，跟这几个妇人打得火热。后来他又攀上了一个有钱的寡妇，叫花晨。这寡妇出手阔绰，给他花钱，还帮他牵线搭桥，介绍名门女眷。未央生在京城夜夜笙歌，左拥右抱。他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人生的终极理想。他早就忘了远在陕西的艳芳，也忘了守在姑苏的玉香。他以为自己活成了天下最快乐的男人。他错了，命运不是不发牌，命运只是在等人，等牌桌上的人押上全部身家之后，才翻开底牌。我们先说回陕西。未央生走后，艳芳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盼着未央生回来，等来的却是全老师的归来。全老师回到临潼，看着这个生着别人孩子的妻子，心里的恨意再次涌上来。他开始折磨艳芳，非打即骂，不给他请医抓药。艳芳本来身子就弱，又受这么大的罪，很快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就含恨而死。他咽气之前喊的还是未央生的名字。艳芳死后，全老师突然觉得一切都空了。他抱走了孩子，送给村里的农户。他变卖了剩下的家产。他走进一座寺庙，出家了。他报了仇，可他得到了什么？妻子死了，家没了。他亲手毁掉的家再也拼不回来。他忽然明白，这场复仇简直是拿一把刀先捅向别人，再捅向自己。北京的未央生自然不知道这些。他在京城享乐了1年多，再好的宴席也要散场，再美的女人看久了也会腻。那一天，他听朋友说，怡红院来了一个新的头牌，叫花妙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京城第1美人。未央生一听，心痒难耐。他带上银子去了怡红院。老鸨见是他，笑得合不拢嘴。哎呀，未央相公，您来得正好，妙娘姑娘可挑人了，不是什么人都见的。未央生掏出一锭银子，120两。他说：去，请妙娘姑娘出来。不一会儿，环佩升起，一个女子低着头缓步走进来。她在未央生面前站定，盈盈下拜。未央生说：抬起头来。女子抬头，那一瞬间，未央生如遭雷击。他手里的茶杯脱落在地，摔得粉碎。眼前这个花妙娘竟然是他的妻子玉香。玉香也看清了他，他浑身一颤，险些摔倒。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青楼头牌今天见的客，
竟然是自己曾经的丈夫。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恨不得当场撞死。未央生声音发抖：“你怎么会在这里？”玉香惨然一笑，她把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她说了全老是如何复仇，如何骗她，如何留下那封信，说了父亲如何发怒，如何把她卖给贩子，说了自己如何沦落风尘，如何日日夜夜生不如死。说完，他看着未央生：“相公，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见你这个客吗？不是我有意，是命。你在外面玩弄别人的妻子，今天你的妻子就在你面前被天下男人玩弄。你听见了吗？这就是报应，一步一步全都应验了。”未央生张了张嘴，说不出话。玉香又说：“我已经没有脸活下去了，我只希望你记住今天的场面，记住你的妻子是怎么死的，以后别再作孽了。”说完，他猛地挣脱丫鬟的手，一头撞在柱子上，血溅了出来。未央生冲过去抱住他的身体，他已经没了气息，他浑身发抖，跪在地上。那一声闷响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里。那一夜，他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他把自己锁在房里3天3夜，不吃不喝。他回想自己这一辈子，他想起那年春天，自己在阔苍山上跟孤峰长老辩论。长老说，欲念最能害人。他笑长老迂腐，他想起自己在金陵跪着求天际真人换本钱，真人说有伤天和，他不信。他想起艳芳，那个被他撩拨又被他抛弃的女人，他到死嘴里还喊着她的名字。他想起玉香，那个温柔端庄的妻子，他最后一次送她出门，穿着粗布衣裳，含着眼泪，嘱咐她早去早回。然后呢？然后玉香死在他面前，衣衫不整，血溅青楼。他这一生标榜风流，可他到底得到了什么？他玩弄了别人的妻子，自己的妻子被人玩弄。他毁了别人的家，自己的家也毁了。他追求了一辈子的极乐，最后的账单却是用2条人命来偿。他终于懂了，欲望这东西，你拿它当糖，它就是毒；你拿它当翅膀，它就是枷锁。你以为你在享乐，其实你是在拿命换一张通往地狱的票。未央生大彻大悟，他离开京城，回到阔苍山，再一次站到孤峰长老面前。他跪下来，磕头，痛哭流涕。他说，长老，我错了，我想出家，求您收留。孤峰长老看着眼前这个面容枯槁的男人，叹了口气：你终于来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老衲收你。可未央生又说，长老，我这一生罪孽太重了，我这身罪孽都是从身上这个物件来的，我今天想在佛前把这具罪孽之身做个了断，我要断了这念想，也断了这祸根。长老没有拦他，未央生拿起戒刀，闭上眼睛，一刀下去，血溅佛堂。未央生疼得晕了过去。醒来后，孤峰长老为他剃度，赐法号了空。从此世上没了那个风流才子未央生，只剩一个扫地念经的僧人了空。他每日诵经，日日忏悔，他再也没有下过山。据说他后来做了那座古刹的住持，活到很老。圆寂那天，他把自己写进了书里。他说，这个故事叫肉蒲团，也叫绝后禅。
就是希望世人能像我一样，从一场大梦里醒过来。讲完这个故事，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肉蒲团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当然不是一本低俗小说，虽然它披着风月的皮，李渔写的是一出冷酷的人间戏剧。在这出戏里，没有赢家，未央生输了。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家，失去了一生的幻梦。全老师也输了。他报了仇，却搭上了妻子，搭上了家，搭上了一辈子的平静。玉香更是不用说，她是这场博弈里最无辜的棋子。而铁飞道人，那个把名声看得比命重的老先生，最后也什么都没保住。他亲手卖掉了唯一的女儿，剩下的只有一座空荡荡的宅子。这就是李渔的高明之处。他写肉蒲团不是为了宣扬恶，也不是为了说教善，他是为了让人看见欲望这条河到底有多深。他笔下的因果不是那种廉价的善有善报，而是一种冷酷而精确的对称。你用什么伤害别人，命运就会用同样的东西伤害你。未央生以情欲伤人，他的妻子就被情欲所伤。他视女人为玩物，他的妻子就被天下人当成玩物。你在这里欠下的账，命运会在另一个地方连本带利地讨回来。这种叙事逻辑比任何道德说教都更有含光，因为它照出的是人性的真相。李渔还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没有把人物写成扁平的坏人。未央生不是天生的恶人，他有才华，有慧根，有他自己的逻辑。他只是被欲望裹挟，一步一步滑向了深渊。玉香不是天生的失足之人，他只是被礼教压得太久，被寂寞侵蚀得太深。当他遇到一点虚假的温暖，就跟飞蛾扑火一样扑了上去。全老师也不是天生的恶人，他最初只是一个被伤害的普通农户。到了最后，他自己也被仇恨吞噬了。他拿别人的错惩罚了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管不住欲望的人和驯服了欲望的人。300多年来，肉蒲团一直在禁毁与流传之间摇摆。有人骂它是邪书，有人夸它是奇书，可谁也无法否定它对人性最深处的洞察。他用一个极端的故事提出了一个极其日常的问题：欲望到底应该怎么安放？这个问题不只是未央生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现代人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诱惑更多，欲望更大，成本更低。一个人面对欲望，何去何从？是满足他，还是控制他？是让他驾驭自己，还是自己驾驭他？肉蒲团给出的答案不是叫人做清教徒。李渔没有让你断绝一切欲望，他是想让你看清楚，欲望可以让人生开出花来，也可以让人生塌成一个坑。那朵花，那个坑，有时候只隔着一念。未央生以为他拥有天下最聪明的活法，到头来他活成了书里最荒诞的笑话。我们每个人读这本书的时候，不妨也问问自己，我可曾也这样想过？我也许也这样活过。故事讲完了，窗外的天也亮了。愿你我都能从肉蒲团这3个字里读出一点清醒。趁着年轻，趁着还来得及，把欲望放回它该在的位置。